高考完的火星人，对。有一封信来自未来的信给你，收通知书的时候。对，对啊，有一封信是哇，我高考的时候收通知书，我也挺开心的。对，我今年的心态，我还思考过这个问题，学习这个事情，我是觉得，成绩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基础，它其实是一个让你在最早的时候去慢慢去产生一个意识，是说这个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让你学会去融入社会，从你进学校第一天开始，就意味着你进入到了一个社会的集体生活里面。有些人在过程当中就要去发现，原来这个世界是优胜劣汰的，就是你要去竞争。但其实我是觉得学校是发现一个学生的超能力的一个地方，因为每一个人他有他自己的特殊能力，只是在过程当中你要不断的去发现它完之后，你就去开发它这个能力，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各项都平均的。这个问题我思考过，我思考原因是因为我回忆了起我小时候学习，我的数学非常好，但是我的语文非常差，差到什么程度呢？上1、2年级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记忆力比一般人要差很多，就是我从小记忆力就很差。比如说那个每天要背课文。当时我们是学校，就是放学的时候就是要背一下这篇课文，你背下来之后你才能够回家，然后我每一次都是最后一个走的。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当时急得我都要哭了，就是因为我很认真的在背，我超级认真的在背，但是我就是背不下来。我那个时候我都有点自我怀疑了，就是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我的脑子就是没别人好，就是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个脑子不好的人。可是有一个矛盾点，就是我的数学又非常好，然后我每次数学都考全班第1名，可是语文我又背不下来。我那时候我就搞不懂我自己，但那个时候我没概念，就是我就觉得我应该每一科都要好，甚至是我背到最后，就是我实在背不下来，只剩我一个学生。然后呢，老师就说你要不回家背吧，背完之后然后让你家长签字什么的。然后我回去了，我至少要背好几个小时，我才硬把它背下来。然后但是第2天我感觉我又忘了，就是我真的背不下来我真的很努力的在背。因为你想想，我想放学回家呀，可是意味着我为了要放学回家，我是真的认真在背，使劲的看那个文章，我真的背不下来。还有个点我搞不懂，就是音乐，我觉得得学理科，因为音乐就是数学。学音乐的人可能都知道，就是我们学乐理的时候，我们参加高考考音乐学院，我们是做试卷的，而试卷上所有的题就是乐理题，其实就是数学题，就是在做数学考试。因为我就说嘛，音乐人跟音乐人交流其实不是用文字交流的，是用数字交流的。就比如说我说我们用什么调定个什么调，D 调 C 调 A 调，然后呢我们弹几级，6级4级5级，然后然后弹什么拉索发都我们全是用数字。然后呢我们定一个速度，比如说108的速度，然后呢4/4拍，全是数字。在我的视角里面，音乐人全是用数字交流的，凡是用语文交流的，在我眼里面都属于江湖骗子。但好多人会这样，就是他们会找一个那种 keyboard 老师弹一个伴奏，弹一套下来之后，然后这个歌手就在这套和弦里面去唱旋律。这个其实在我眼里它不叫创作但他就会最后就是说写作曲人是他自己。你硬要归算的话，确实也算，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作曲不严谨，因为作曲系要学的东西是和声。它最大的那本书叫和声，你要学会和声，你才能往上去做旋律，所以和声才是作曲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它不是旋律，旋律那都是江湖骗子。开心也是用和声来控制的，和声跟节奏。就比如说那个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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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个歌是不是听起来很快乐？但是我能把它弹成一个非常悲伤伤感的版本。这个旋律是不变的。但是我在这个不变的基础上，我能把它变成一个非常伤感的版本，你一听你就很难过。怎么控制？其实就是一个是速度，一个就是和声，就是和弦。这个就很像是人说话的时候，就是语气的感觉，就是比如说一个什么什么很烦什么
什么呀？就是那种他是有情绪，然后那其实这个感觉就是你听的还是什么，就这两个字，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你感受不到他的情绪，但是你通过语气你能感受到他的情绪。我就是把他语气给改了，就这个意思。但这两个字还是这两个字。你知不知道 NPC 逻辑？又聊一个，然后这个也是我今年思考的啊，我好能聊啊，感觉我，因为我是觉得这个世界，我越来越觉得它很像虚拟世界，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是个 NPC 逻辑。如果假设我说，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 NPC， 你的第一反应是不是觉得我是这个主角，我是那个活人，你们都是 NPC， 我才是那个真实的人？大部分的时候，但实际上你也是 NPC。比如说你每天上班或者上学，2点一线，你在不断的每天重复一样的事情，从你睁开眼睛开始，你每天都在重复做这些事情，洗漱，对不对？这是不是 NPC 逻辑？甚至你说的话都是重复的。比如说你是一个卖车的，你会每天见不同的客户，你说的话是一样的啊，我们这个车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它有什么功能，它的弊端可能是哪，或者是怎么样。我是一个卖房子的啊，我们这个房子怎么样啊，它的优点是什么，买的人是什么，然后这些不同的客户去看这个房子和看这个车的时候，或者看这个衣服的时候，问的问题也都大差不差，这不就是代码吗？好，这是你工作，包括我其实大部分的时候说的话也都是重复的，包括教学生活当中，你去上学，老师跟你教的内容永远都是课本上内容，这不也是代码吗？他说的话，他训学生的方式，骂一个学生批评他的时候和夸他表扬他的时候的语言方式也都是一样的。你只有做到符合这个代码了，我就会夸你，你没做到我就会去批评你。批评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做到符合这个代码。回到家里面，你面对你的家人，你面对你父母，你跟你父母说的话也是一样的。你的父母教育你也是一套公式，它是一套教育理念。这套方式就是说啊，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或者说哎呀这样好，哎你真听话，你真可爱，哇你真乖，我们就是它永远是有一套公式在里面的。就是可能你换一个父母，你送在另一个家庭里面，这个父母他还是用这套，他可能只是方式不同，但是他的大体的语言代码逻辑是一样的。你谈恋爱也好，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跟他是一套话术，你跟他表达爱的时候是一个方式，你跟他吵架可能你的语言逻辑都是一样的。换一个恋人跟他在一起，你还是这套表达爱的方式，你还是这套跟他吵架的方式，只是可能吵架内容不同，但是你的语言逻辑还是这套代码。就是这不就是 NPC 吗？谁给你输入的？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造物主啊？我知道，回到了原点。万，它所有东西都底层逻辑嘛，它的起源还是来自于人类的矛盾设定，人的设定。那确实你说造物主没毛病，因为你人类的设定本身就是矛盾的，那你必然就产生出了这一系列的东西，必然就有一套自己的行为逻辑的正确与错误，然后呢就形成了一个固定代码，这个世界是个代码。但是还是祝贺大家，高考都考完了，平时工作学习都那么累了，还不玩？哎，你不觉得我们中国人其实和老外有一个区别在于，就是我感觉啊，就是他玩命的工作。其实我去过很多国家，他们其实是那种到点下班就下班，下班完之后我一定要走，我走了之后我晚上是不会再去工作的，你不会找得到我的。我要陪家庭，我要陪家人，我要干嘛？然后但是他们休息啊，比如说我今天我要出去放松，可能我找个酒吧喝两口，然后可能9、10点我就回家了，就是这样。和朋友聚一聚的话，可能有9、10点。但是我觉得我们国家人其实会玩命的工作，就是哪怕下了班回到家了，老板一个电话或者我还搞工作，搞到个凌晨2、3点，然后早上一大早还要再接着去上班，玩命的工作。所以这就意味着我们其实在玩命的工作的情况下，我们也比别的国家的人要玩命的去玩，你没发现吗？所以我们的夜生活非常丰富啊，因为大部分人一放假就我要通宵，我要熬一晚上，我要玩到早上。我上学的时候就是我看我们同学动不动周末的时候就要去唱歌唱一晚上，这就是比较极端的，但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所以我就说，既然高考完了那就。
都那么累了，玩命的玩吧，玩命的放假。看自己好羞耻啊！好的，我觉得还是得上山，不上山就修不成人形。你下了山就那个妖气就开始散发，你知道，有一种被我装到了这种感觉，被我装到了，耍帅成功就是。我明天我要老老实实的唱这首歌，我不。哎，我觉得可以。后来发现唱到后半段开始背着白假马，转白架了。好，结束。